听完叶晨的最后一个要求，刘家辉整个人瞬间松了一口气。此时的他真正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劫后余生。既然这已经是叶晨要求自己做了最后一件事情，那就意味着自己不但保住了命，也保住了未来10年内200亿美元的财产。与此相比，需要支付给陈兆忠的那点补偿金，几乎可以算得上是9牛1毛了。至于那套别墅，对他来说也只是毛毛雨。虽说要去燕京忏悔3个月，但这对刚刚遭受过死亡威胁的刘家辉来说，已经算得上是法外开恩，宽大处理了。所以他心里自然不敢有任何不满，相反，还终于能够放下心来。于是他立刻对叶晨表明态度，虔诚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快办完其他事情，然后立刻动身前往燕京。叶晨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顺便嘱咐你一句，从今天起，你的身家性命与钟书一家人息息相关。如果钟书一家人平平安安，那你也能平安无事，但如果他们遭遇任何不测，哪怕只是意外，我都要你承担连带责任，听懂了吗？刘家辉如此精明的人，又怎能听不出叶晨的话外之意？叶晨要确保他从现在起绝对不敢再对陈兆忠有任何威胁，所以才将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与陈兆忠捆绑在一起。这样一来，他刘家辉不但不敢找机会暗害陈兆忠，甚至做梦都怕陈兆忠自己有个什么3长2短。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叶先生，在下听懂了。好，叶晨点点头，开口道：现在我要你向全港岛收回你之前的暗花。是，刘家辉立刻掏出手机，口中说道：我这就照办。暗花这种东西自古就有，它与简单粗暴的买凶杀人相比而言，多了几分传统的仪式感。在港岛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发布暗花，而且也不是每个放出暗花的人都希望别人知道他是谁。一个人要放出暗花，不是随便说一句杀了某某人之后给多少钱，就会有一大帮杀手蜂拥而至。暗花要通过指定的中间人来进行发布，才会被杀手认可。而且这个中间人要足够权威，足够让所有人信任。所以在这个领域有着一套传统又严苛的行业规定。刘家辉发布3000万美元暗花，要预先支付3300万美元给中间人。这其中3000万是暗花本身的悬赏，而另外的300万则是中间人的好处费。中间人在收到钱之后，才会转而向整个地下世界发布暗花，因为他们在地下世界有着非常高的威望和影响力，所以一旦他们发布暗花的时候，所有杀手都不会有任何质疑。而且中间人不只是做一个交易中介这么简单，有些时候暗花太大，很容易引发许多人争抢，最后甚至会因为无法判定谁是真正的成功者，从而引发争端。这种时候也需要中间人出面，由中间人做出客观判断，来决定这笔暗花的真正归属。刘家辉此时立刻给这个中间人打去电话，当着叶晨以及其他人的面打开扬声器，开口道：我要收回之前放出的3000万美元暗花。对方开口问道：刘先生，确定要收回这笔暗花吗？你这笔暗花是港岛这些年来金额最高的一笔，今天很多杀手都出动了，如果这时候收回，以后你如果再放出来，恐怕大家就没有这么高的积极性了。刘家辉不假思索地说道：我确定收回，立刻，马上。对方微微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：刘先生，如果确定收回300万手续费不退还，这个你没有异议吧？刘家辉脱口道：没异议。
好，我现在就发布消息，告知所有人暗花撤回，3000万美元会在24小时之内原路退还。此时此刻，就在港岛国际机场外面，已经有多名杀手焦急等待。这些杀手大都互不认识，但他们此刻潜藏在机场附近，都是为了拿到那3000万美元，暗花从此衣食无忧，所以一个个已经按捺不住，等陈肇中从机场出来的那一刻，就立刻发动攻击。有人已经在暗处架起了狙击枪，有人则伪装成游客，揣着手枪在机场出口外等候，更有甚者开车停在路边，打算在陈肇中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开车撞上去。就在他们摩拳擦掌等着拔得头筹的时候，他们忽然收到了一条信息，信息内容非常简单，只有4个字：暗花撤回。干什么鬼？我顶你的肺呀！这些如毒蛇一般伺机而动的杀手，此时均是骂声一片。3000万暗花竟然撤回了，近在咫尺的报复机会瞬间烟消云散。他们虽然心里很是不爽，但心里也明白，不爽也没有任何意义，暗花撤回，就算是把人杀了，也没钱拿了。于是绝大部分杀手立刻开始撤离。伪装成游客的杀手拦车走了，停在路边的杀手开车离开，隐藏在暗处准备狙击陈肇中的杀手也都立刻收好枪械准备离开。但是此时依旧有几名杀手没有离开，其中就有一人隐藏在机场对面的航空酒店18层的房间内，一边用狙击枪的瞄准镜锁定机场出口，一边在嘴里骂骂咧咧：我丢，你个刘家辉真是扑街啊！给你戴绿帽子的人时隔20年终于回来，你却忽然怂了，他妈的消遣老子吗？你以为老子出工不要花钱？你以为老子租这间酒店不要花钱？说着他咬了咬牙，冷冷道：老子今天先帮你把陈肇中干掉，然后再找你收钱。你他妈要是敢赖账，老子就把你也一起干掉。其他几名隐藏在暗处的杀手此时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态。虽然这3000万暗花的发布者没有留下名字，但他们都心知肚明，这暗花一定是刘家辉放出来的，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不管暗花撤没撤回，都照杀不误，杀完找刘家辉要个说法，哪怕敲诈也要从刘家辉手里敲下一笔。就在此人聚精会神盯着机场出口的时候，他感觉一个冰冷坚硬的事物忽然顶在了他的后脑处，他整个人顿时吓得毛骨悚然，因为他根本就没听到任何动静，完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忽然出现在自己身后，而且还用枪指着自己的后脑。于是他紧张地问道：这位兄弟，你用枪指着我，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怨？身后那人冷声质问：暗花已经撤回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那杀手以为是个同行，连忙道：大家肯定都想得到那笔暗花，不如我们2个联手，或者干脆我帮你把那个陈肇中干掉，你看如何？身后那人哼笑一声道：不好意思，我是万隆店的，盯你很久了，你刚才要是收到消息就滚蛋，我就能饶你一命，只可惜给了你活路，你偏偏不走。那人顿时惊恐至极，他想不明白万隆店的人为什么会盯上自己，于是他下意识转过头，看着身后那年轻人，下意识地问道：堂万隆店竟然也把这种暗花放在眼里。那名万隆店的战将冷笑道：我们来港岛不是来拿暗花的，而是谁想拿暗花我们就干谁。说罢他立刻抓住那人的衣领，连人带枪把他直接从酒店18楼的窗户丢了出去。